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两款帐篷。第一款是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一直出现的一个挪克的云上双人帐。它是我已经用了半年的帐篷了，我想总结一下它的优缺点。然后之后我单人徒步的话，我可能会把它换成我手上的这只新买的帐篷。这只是今天早上刚到的一个，名字是三分蓝山1的单人帐篷。我也会就相当于一个开箱记录一下吧。OK， 先把它撑起来吧。这是我每次都会用的，也不是每次，就是去英格兰的山上基本都会用的地垫，因为英格兰的山上有太多羊屎了，我不想我的帐篷底搁在羊屎上，所以就会带一个地垫。挪克的帐篷它是一个双层帐，这是它的内帐，绿色的是它的外帐。搭的话得先把内帐支起来，然后再搭上外帐。挪克这个帐杆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完全的就非常的自动化 （automatic）， 它自己可以把自己完全的连在一起。这个帐篷搭建也有一个特点，还是跟刚才一样，就是特别的简单。它这里有一个旋转的锁扣，它这个设计非常的简单，一旋转就能给它扣上去了。一旋转就扣上去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设计是不是挪克品牌自主原创的，因为我看到欧美有一个品牌叫 MSR 的一个帐篷，长得和这个差不多，然后它也是用这种方法搭建上去的，就是一旋转就特别简单。现在这个内帐它就已经搭建完成了，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全部都是镂空网状的。现在就是裹外帐。外帐这里有个小细节，它可以和内帐的盆底连在一起，然后分绳一拉，我这连的也不太对，分绳一拉之后，盆底就稍微有点腾空。这个设计的意图应该就是可以让盆底的空间稍微变大一点吧，或者是让这个帐壁不会在你睡觉的时候贴到自己的脸上，那个感受很恐怖。这个帐篷和别的帐篷也是一样，有个小窗，这窗在这儿，然后可以支起来，支起来之后就可以通风了。这根分绳它是红色的，是我自己带的一个绳子，我没用它的分绳，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用它的，反正这扯着挺好的，可以防止风大的时候帐篷动来动去。这帐篷已经现在搭好了，这样子看起来就像一个鱼骨头，可能这就叫鱼脊帐吧。这里的地垫这里我没弄太好，因为毕竟你也不用睡它一个晚上，就展示一下，所以它就出来了一点。正常情况下它需要和这个底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帐篷的外帐的面料是20D 的尼龙，这个20D是一个尼龙的名称，应该是。我其实不太懂这个材料，我只知道它的防水值应该是4000毫米柱，就是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漏水。它的抗风性能的话，其实它这个帐篷既然这么设计的，一个长长的，风从它前面或者后面过的话，它抗风性能会更强一点。但是如果打在它的这个大面积的迎风面上的话，这样抗风性能就会有所下降。你在帐篷里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风打动这个帐篷侧壁的那种感觉。咱们现在到帐篷里边来看一下，这就是帐篷里边，可以看到放一个这个成人的睡垫，就标准大小的睡垫和一个背包，
甚至其实这两边都挺空的，可以放下很多东西。那我躺在这里，我1.8米的个子在这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睡觉，左右两边都没有问题。这个帐篷的特点就是它是前开帐，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它标注的是双人帐，双人帐的话就要涉及到2个人的进出问题。它这一个前开帐，2个人进出是非常的难受，就不可能2个人同时出同时进，一个先进来，一个再出去。再就是2个人住这个帐篷会变得非常的挤，你的包啊可能只能放在外面，然后炉子啊也只能放在这边，所以前厅这边也会变得非常的挤，这就会变成你如果2个人想进出的话，光是1个人出去就很难了，更别说第2个人了。所以它这个帐篷，不管你买单人、双人的帐篷，我觉得最好都是1个人住，但2个人住的话实在是太不科学了，住得太难受了。再来，里面这个帐篷里面呢说的是4季帐，其实我以前是没有用过4季帐的，所以我不太清楚4季帐具体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3季帐是什么样子。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属于一个3季帐，因为它和3季帐的内帐长得一模一样。对，所以如果是想在冰天雪地露营，买4季帐的朋友，前提是你真的想买4季帐的朋友，你就不用买这个帐篷了，因为它其实是一个3季帐，但是3季帐在雪地里其实也能用。这就是帐篷内的样子，有一个小袋子，可以放一些小东西。这上面有个勾勾，这个勾勾呢，我是用来挂银灯的，当然也可以用一些别的用途了。其他其实就没什么特别的了。后面这里有个小窗子 ，yes， 它半夜可以通风。最后做一个总结，这个挪克的云上，这个名字云上20D 的双人4季帐，绿色的，它是优点就是它特别容易搭建，它也比较轻，它的帐杆啊都是非常的自动化的。刚才忘说了，它的冷凝效果就是和普通的双层帐篷是一样的，所以这也不能算一个优点或者缺点。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它是一个前开门，看着很酷炫，其实不太方便，特别是对于双人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我觉得它这个雨几帐的设计，你搭建的时候得考虑风向，这也不能算一个缺点，就是你搭建的时候得注意一下。但是晚上如果风向变了的话，也说不准，所以雨几帐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OK， 刚才挪克的帐篷已经搭完了，现在来试一下3分的帐篷。3分的帐篷有个特点，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登山杆或者一个什么杆作为它帐篷的支柱。这是我之前还没有开过它，这是第一次打开，里面是这个样子。它里面送了几根银钉，我看看这银钉，一共是9根，这应该是2根分绳。还有2片这个修帐篷的这个布。搭帐篷之前还是先把地垫搭一下。这个地垫和挪克的地垫，这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个特别薄，特别轻，就感觉很袖珍的一个地垫。我还买了这个3分官网它出的一个碳纤维的地垫，特别的轻，可能只有铝合金的1/3或者1半的重量，当然价格也是好宝贝。现在这个地垫就搭完了。可以看出它是不是一个长方形，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形状。哎呀，这怎么打？OK，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3分的帐篷给搭完了。我是第一次搭这种自立的帐篷，哇，实在是太难搭了。首先，它这个我一开始用帐篷的支点就找了半天。不要以为它是支在顶点就行了，其实它还要找一会儿的。然后它的各个风绳都得自己拉紧。我已经感觉到这个帐篷它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特别难搭，但是这其实也不能算是问题，因为一旦搭熟练以后还是非常快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搭那个挪克帐篷的时候也搭了挺久，老是搞反。OK， 我现在已经坐进来了，我能感觉到这里这个长度要比我刚才在挪克的帐篷里要稍微长那么一点，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因为我感觉我的睡垫在里面居然写的稍微短了一点，那应该是长了一点。然后它是一个侧开门的，侧开门的好处就是上下都很方便，但是它只有半个侧开门，所以好处这方便度可能会稍微减小掉一点。它这个里面呢也是可以放下一个包，因为它刚才地垫的形状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凸起来的长方形，所以这里可以放一些东西。OK， 我刚才睡了一下之后发现，还是很可以的，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单人帐，能感觉到墙壁对我的一个压迫感，可能风太大了，这个压迫感会更大一点。不过它是这个双层的帐，就算出现冷凝效果，也是在外帐上，也不太会打到我，不用担心。这个帐篷还有一个 Pro 版本，它是单人帐，会轻100多克，应该是。但是我没有选择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单层帐啊。单层帐的话，它冷凝效果会比较明显，就是一个晚上下来，你自己呼出去的空气冷凝之后，它就变成了水蒸气贴在这个帐壁上。还有一个这个帐篷的特点，因为我选的是一个白色的，像一个大棚样子的一个这个颜色，对的，所以里面非常的热，我快被热死了，我得出来了。最后做一下这个帐篷的总结。很明显，我对这个帐篷说的时间更加短一点，因为我没有切身的体会过，就把它拿到外面去经历过那些风雨啊之类的，所以没有办法对它做出更进一步的评价。但是这个帐篷我用了很多次，所以对它花的时间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之后单人徒步会把帐篷变成这个3分的非自立式的帐篷，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真的非常的轻。它除去分绳地钉的话，它是700多克，加上分绳和地钉的话，应该是900克左右。这个帐篷的话，没有记错，它应该要比这个帐篷加分绳和地钉会重上500克，也就是1斤左右。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帐篷它需要重新带一个杆子，但这个帐篷只需要一个登山杖。我的大部分的徒步登山都会自己带一根登山杖，所以不用担心。2个帐篷优缺点都很明显，这个帐篷就固然是难搭一点，难搭不是它的缺点，是我不太会搭，应该是。具体缺点我以后会在视频里会提一下。这个帐篷的优缺点刚才也说了，我觉得如果单人徒步的话，可以选择一下这个非自立的帐篷试一下。因为它真的非常的轻。这2个帐篷的区别还有一个是面料的区别，这个帐篷是15D 尼龙面料，这个帐篷是20D 尼龙面料。3分的这个15D 尼龙的话，其实我不太清楚它们具体的差别，因为它有一款同型号的 Pro 款也是用20D 的，就和挪克是一样的这个面料做的，它上面写的就更耐扯一点，就强度更大一点，但是防水性其实和这个差不多，甚至这个更好一点。我看这个是上面写的是5000毫米的柱，这个只有4000，但是我相信它俩都是完全能抵抗住下雨啊、中雨之类的，大雨也没试过，应该也没有问题。最后就是它俩的一个价格问题。我记得这个3分的帐篷会比挪克的帐篷便宜，因为我是在官网上买的，便宜30美金，就便宜了200人民币吧，我不太清楚，这个得大家自己去网上查一下，或者我之后截个图发一下，反正价格都不是特别贵，和3分这个单人帐 Ultralight 单人帐同型号的一个欧美的品牌叫 Z-Pack， 它也是有一个 Ultralight 的一个 One Person 的帐篷，它的价格是699美金，特别的贵，所以国产的是挺便宜的，而且质量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今天的评测和对比就差不多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